湿漉的鞋，唱片店里飘出的音乐，一条短信，一次妥协，一种被人宠爱的错觉。一座城市，一个位置，红了一世，我的过去式。喜欢欣赏，讨厌崇拜，自信才是我的进行式。不怕不怕，把眼睛瞪大，像那张墙上的卡通画。哎呀哎呀，我自有办法，别再啰嗦，我来为你解答。你好，谢绝推销，我不是来推销的，也没有人买保险。我不是来卖保险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面试的，面试。你要面试什么？助理编辑。 Oh my god！ 我的天哪！你怎么让他进来了？不会早上9点就有人来送外卖了吧？他就这样走进来了，我哪拦得住呀？他是来面……我是来面试助理编辑的，请问负责面试的主管在哪里呀？助理编辑，你原地等会儿，我现在去核实一下。哎，看来我们要搬救兵了。 你的确是来应聘助理编辑的？啊，是啊。那你知道什么是时尚吗？穿衣打扮，明星名流。哦，还有呢？吃喝玩乐，香车美人。还有呢？还有啊，名牌、奢侈品，小到绯闻。哎呀，你对时尚的理解太特别了。可是，当助理编辑太委屈你了。委屈？对，委屈。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要推荐你去面试一个更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我们韩上最重要的位置。走，请跟我来。走。这边。哎，乔总监，主编现在没空，我有要紧的事儿，不管他。哎。 等一下，我打给你。哎，我这里是超市嘛，为什么可以随便这样进进出出的？抱歉，主编，我是雷厉风行，在执行你的意思。作为行政总监，杂志社的人事，我总是要时刻关注的。你呢，一直缺一个私人助理，这个问题啊，困扰我很久了。这不，你看，我给你找来一个。 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条件好，悟性高，怎么样？可以面试一下吗？你在开玩笑吧 ？No No No No， 我可是很严肃的。OK， 你们先出去一下。那面试呢？等一会儿再说。OK。 周铁，在这儿等一下吧。哦。哎呦，没想到
在这儿碰到你了，带钱了没有？什么钱啊？洗衣费。你就是昨天那个谁呀？那个谁呀？昨天你穿成那样，今天变了风格，我都没认出来。记得就好，我谅你也不敢赖账啊。哎，我说你来这儿面试，你不觉得你走错地方了吗？啊？哎，算了，你也没什么资格跟我说话，来掏钱，掏钱，掏钱，掏钱。多少钱啊280。280。280洗一条裙子，你还不如去抢得了。那是加维斯的，告诉你，280是我面子价，我还没算你给我弄坏那手绢呢。少废话，掏钱。少1块，哎。行了，正好，你可以走了。走。对呀，咱俩两清了，你还不走？你待这干嘛？我还等着面试呢。面试。就您这样的，哦，您看看底下人那是什么样子啊？您再看看我，您觉得这个地方会让您留下来吗？我是来面试助理的，又不是来面试模特的。像你身上这些什么真维斯还是假维斯的，谁知道啊？再说了。我根本就不相信工作是需要用外表来衡量的。您呐，最好还是相信吧啊！主编说了，待会儿忙完就见我。哦，是吗 ？I'm sorry， 主编他永远忙不完，所以他没空面试你啊。我不相信。嘿，我说你，好，你等你也不能坐这儿等啊！出去，哪儿凉快你给我哪儿待着去。方令仪。连一个来面试的你都打发不走啊？主编，他特别拧，死皮赖脸的就是不走。叫他进来。哦，是。进去。你好，我叫周田。这个，是我的简历。你真的想做我的私人助理吗？对，我很需要这份工作的。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不好意思，我今天第一次见您。我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在大学的时候当了2年的校刊主编，还在还在北京青年上发表过一些调查报告。这个是当时他们给我的一些评价什么的。我大3的时候呢，在贵州山区做过志愿者。我给当时的那个学生啊讲过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有，这是当时的团市委给我的一些评价。我英语过了专业的6级，法语4级，口语蛮流利的。什么是时尚？时尚嘛啊，时
尚就是社会，对人的那个，啊！到镜子前头去，用4个字来形容你自己。哦。自信，坚定吧。连说话都在发抖，你既不自信也不坚定，而且还说谎。你过来，你把那个桌上的照相机拿过来，拍下在这个房间你认为最贵重的东西。哦。为什么拍我？您是主编嘛？我想，在这个房间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比我贵重，比如时间，比如我桌上的样书，再比如在我书柜那边的29年 Coco Chanel 纪念版，你都没有注意到。你不仅缺乏了观察力，而且还试图走捷径的方式。我不需要花钱去雇佣一个拍我马屁的人。您还没有听完我的解释就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我想问您，您凭什么这么羞辱一个您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就因为我是求职者，而您是决定能否让我坐上这个职位的人，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我站在镜子面前说自信坚定的时候，那是因为我自己希望我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而我拿相机拍你，是因为我觉得主编代表着一本杂志的灵魂和气质。对，我现在是不懂得什么叫时尚，可是您能保证我以后也不懂？不好意思，耽误您的时间，再见。那谁呀，朕，你被录取了。第一，从现在开始，你要牢记你听到的每一个字。第二，我是首席助理，上级；你是初级助理，下级。第三，你首先为我跑腿，我不在的时候才能让你为主编跑腿。跑腿？废话，助理不跑腿跑什么？请你学会用嘴说话，因为主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根本不会看。哦，知
知道啦。喂 ，Hello， Pierre。那 what？ number friend。Air friends。快，给他接。Hello。Okay. Hold on. I will keep it. Bye. 对方说呢？对方说，皮埃尔先生是坐明天早上法国航空公司的 AF8090号航班，准确到达时间是早上5点15分，让我们去接机。他说他没有带随行人员，就一个人，但是行李很多，让我们找一个大一点的车去接。好吧，你今天可以走了。明天上班第一个任务，接机。哦，皮埃尔是什么人啊？ Oh my god！ 你这个问题最好别让主编听到了。皮尔是什么人？皮尔是全世界时尚界里最著名的经纪人之一，世界上很多大名鼎鼎的设计师都是他的人。你最好上一下百度，搜一下皮尔的资料，别明天见了人家一问三不知的。方令仪，如果你再让我听到你发出的声音，你就倒大霉了。对不起，主编。他被录用了？怎么可能？难道他是主编的亲戚熟人？ 当然不是，那他父母双亡，兄弟十载，主编起了恻隐之心，动了慈善之念。绝对不是。那他真的过了主编面试的魔鬼三关吗？不可能！要是真的，咱们俩的名字倒过来写。莫名其妙，倒过来，奇妙莫名。哎，我看这倒是唯一的解释啊。主编，怎么样？我的眼光不错吧？有别的事吗？丽兹在创刊礼上突然撤掉广告，这么大的事情，主编，您的广告总监事先一点觉察都没有吗？正因为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广告总监了。可是他毕竟丢失了像丽兹这样的大客户。你呢，就管好你自己该管的事，客户方面，你不需要操心的。Fork 压低价格跟我们抢广告商，主编，看来这几年你跟 Fork 的交情还真的不浅啊。我来，主编，来，我来。慢点啊，主编。沈峰，广告总监的位置，你说了1个晚上啊。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有能力来做这个位子。你说，要说关系吧，哪个大品牌商不知道我乔美美？要说能力，杂志社的运营，我哪一块不是了如指掌？还有，
更重要的一点是，那我对你的忠心，还有人能比吗？所以呢，广告总监的位置我只要抓在手里，那么韩露她在韩上就不可能一手遮天。美美，我是希望你跟韩露一起帮我把韩上办好，而不是跟他打仗。嗯？这我当然知道了。你这个老滑头，以为我心里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哎呦，你说这个杂志社也真是的，怎么能让一个刚刚上班的小姑娘天不亮就去机场接人呢？工作嘛，服从安排是第一呀。再说了，让甜甜去机场接重要客人，这说明杂志社重视甜甜呀。这也是。哎，这些表都挑了吧？啊，都挑好了。哎，你睡吧，我会准时叫醒甜甜的。哎呦，你明天上午有课，你睡我来叫。课是明天10点的，我叫醒甜甜以后可以再睡呀。哎呦，干脆咱俩都别睡了，哎，有你陪着聊天，免得打瞌睡。那好啊，那你说吧。说什么？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哎，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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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原样，保持原样啊！等我下班回来呢，我要拍照留念一下，纪念女儿第一天上班，她可怜的老爸老妈的互读之情啊！啊，老爸老妈，你们快去睡觉嘛，好不好？我收拾收拾就出门了。皮尔什么时候会到啊？还没接到。
题，我一直站在原地哪儿都没去，可他一直都没有出现。你个笨蛋！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接不到人，就不要回来了。还敢回来？他马上就要被炒鱿鱼了，我们又要迎接一个倒霉鬼喽。对不起啊！哎呀，我一直都在出闸口那里等，我还去了广播室找呢。反正咱们俩也死定了，你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吧。小车。好的，主编。王楠，准备车。主编，车准备好了。主编，您去哪儿啊？去找被你们两个弄丢的人。周田，在主编身边，不打起200%的精神，随时都有阵亡的可能性。你犯了错误，我得承担责任。你做了任何错事，都等于谋害我，你知不知道？哦，我的巴黎，完了！Yes, but this, I didn't really learn my English. Really? I couldn't talk with everyone. Okay, I think you do okay. Here. Hey, hi,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It's been a long time. What a surprise, Pierre. All in one piece. I had to change my flight. I was going to call you, I'm so sorry. It's okay. Miss Sue, thank you for picking up Pierre for me. You're welcome, but it's not me. Thank you. Okay, well, would you come to 韩商呢？ Okay, we can do that. 苏芒，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到我韩上去。不用了，谢谢你。不过我想提醒你，可是他打电话约的我哟。 What are you two lovely ladies talking about? Nothing. Let's give you a surprise. Okay, come go. Okay, let's go. So bye. 连我这个前台都知道，如果皮埃尔能和我们韩上合作，会给我们韩上带来多大的好处，而你却连个人都接不到。主编助理啊，要都是你这样，那我也能当啊。 周田，乔总监，别太自责啦。乔总监，你能不能告诉我，没有接到皮埃尔对韩尚到底有多大的损失？皮埃尔手里啊，有一批顶级的设计师跟摄影师。我们要是能跟他签约，那么
他们设计师的新品发布，我们就有优先权，而我们的平面照片，也有可能由他们来操刀啊。你想一想，这对我们韩尚来说，那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提升啊！是我搞砸了这一切。哎呦，你还真敢担责任啊！我告诉你啊，那个皮尔，他根本不是从巴黎飞来的，他是从东京来的。东京？对呀，他改了航班，却没有通知我们韩尚，而是让《淑女》杂志接机。哎呦，这里边呀，牵扯了不少的关系。哪是你这个刚来的新人就能明白的呀？哎呀，好了好了，周田，你放心吧。主编要是怪罪你呢，我替你担着。谢谢乔总监。不用客气。那我先去干活了。去吧去吧。主编就是主编，不佩服都不行。哎，皮也没丢，咱俩是不是就没事了？喂，通知 CC 造型的阿妙，晚上7点我要和皮尔请他在王府饭店见面。我的咖啡怎么还不送进来啊？哦，马上。我送进去了。I'm not the only one likes gray color. I still remember someone who works beside you called Aaron, right? He also loves gray color. He lives in America now. Oh, yes?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spoke to him last. Oh. Mr. Pierre, please. You're like my new assistant. 介绍一下你自己。I am Miss Han's assistant. My name is Zhou Tian. You're like my new assistant. Your new assistant is Asian? No. I've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I thought you have 3 assistants already, but now you changed it to 1. Okay. Let my assistants bring you the go around. Okay, no problem. I wish you all the success. Sure. Bye-bye. Here, please follow me. Bye-bye. 泰明、韩露，跟你打听件事儿啊。Mr. Pierre 最近有他的消息吗？这样，好，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回北京啊？好，回来见。知道吗？原来 Mr. Pierre 他已经负债累累，而且现在是谎话满嘴，所有他旗下的设计师都不跟他再续约了。 在欧洲混不下去了，然后现在可能要到中国来发展。那他肯定是会跟不少杂志社联系喽，不止我们一家啊。那当然，要不然他改班机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让大家闺秀去接他。看来我们是不会跟他签约了。有事吗？哦，这是下一季流行妆容设计方案，一共2个。 敬请主编大人定夺。主编。 对不起啊，没想到第1天上班就出错。我一直以为自己不笨，可是没想到，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还连累别人。明天我就不来上班了，希望您能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您的助理。对不起啊。
昨天在这儿理直气壮跟我说话那个劲儿到哪去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站在这里看我吗？奇迹第2次发生，难道你有什么魔力？今天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新的助理。这是今天的任务单和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削15支铅笔，都在里面呢。到对面的洗衣店取衬衣1件，外套1件，围巾1条。围巾也要干洗啊？你当然是不需要了。哦。到 Lawrence 的设计室取2项配饰，10点半之前到餐厅将主编的午餐改为全素。到西西健身房找李先生，跟他说他周日的新笔见面会，韩主编不能去了。这些不能打电话说吗？他从来不用电话啊。买76号果绿色羊绒马桶软垫，安装在杂志社公司A3号专用隔间。我的咖啡怎么还不送进来啊？哦，好的好的。A 版，主编答应了我写 A 版，你拿的什么东西啊？A 版不是摆在最前面那个吗？啊 ！My God！ 我是造型师啊，到底要请哪年啊？你要的电话留言在他那里，你找他。谁是在我这儿了？你问他。你告诉他，我们俩是同一天来韩上的，是我得听他的。你问他，我是不是比他早来韩上3个小时？喂！我只是想说，能不能先把留言给我，完了之后你们再慢慢吵。哼，不能！你看看，这15支铅笔15个长短，你让主编怎么用？太凉了，换一杯。哦。陆总监，哎，这个，可以带上。嘘，是主编让我来的。嘘。你在笑什么啊？我觉得差不多的，干嘛换来换去的呀？你以为你在哪儿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这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倒霉孩子，我原谅你的无知，你上去吧。好，拍吧。主编，你看，我在中国大饭店碰到了资生堂中国公司的宋总，我们俩当时站着就敲定了协议，先签1年，每期40个版面，费用呢比之前荔枝高出10%。你看，现在就等您签字了。哎，除了资生堂，猫猫珠宝跟我也有进一步意向接触。主编，我想请问一下，
韩尚的广告总监人选，你是怎么考虑的？你看啊，现在广告部没有人具体负责，很多事情都不太好办，所以我看还是应该尽快的定下来吧。啊，主编，那你签完字打电话通知我一声。乔总监，四神堂是你给韩尚的一个大惊喜。啊，那主编还会跟皮埃尔签约吗？当然不会。我想，苏芒的芭莎也不会。好吧，那我先出去了。尚董，韩露，韩尚广告总监的人选你定下没有？正在物色。如果你那里没有很合适的，我看就考虑乔美美吧。你们相交多年，配合起来比别人更有默契。尚董，如果您决定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意见。我相信尚董应该已经知道，乔总监送给韩尚了一份大礼吧。周天，周末你怎么来啦？接你下班啊？多远呢？倒了几趟车啊？到这儿我才知道我绕路了，下次我倒3趟就行了。你笨死了！第一天上班怎么样？适应吗？挺难说的，我觉得好复杂啊。没事，第一天嘛，适应就好。也许这儿的工作就是这么复杂吧。加油！加油！你们那儿也太复杂了吧？哈？哼，我听着也不像什么正儿八经工作，不是刨摊打杂啊，就是人际关系，要不然就是搞帮派斗争。这白领的工作也太复杂了吧 ？No， 我们那儿不就挺好的吗？行了吧你，人家发哥说的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说的是人啊。你们那儿除了你和王师傅是人，剩下会喘气儿的那都不是人。哎，甜甜，我看要不你就别干了，我就不信工作都那样。你说你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凭什么受这份气呀？是啊，我也觉着你周田应该不是进什么通讯社，就是哪家大报纸，谁知道你却进了，哎，进了什么来着？什么？韩尚。听听，韩尚，这名儿莫名其妙的，那么奇怪。韩尚，你真的在那工作啊？这可是韩露亲自创办的杂志。听说这个女魔头超级难搞，助理平均3个月就要换一次。但是能去给她当助理，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机会。从她那出来，都能找到特别好的工作。周田，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你要加油。唉，我不熟悉那里的环境，第一天上班就犯了一个超大的错误，还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继续待在那儿呢。其实吧，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一个跑腿儿打杂的，一天忙下来，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那就甭干了呗，你说挣这份钱多委屈啊！淼淼，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哎，每天吃喝玩乐的，你说说你啥时候为钱愁过？就是，你可以不上班就不上班，因为你的老板是你的亲爹亲妈。我的老板可是你，我要不踏踏实实干活，我拿什么钱给你的凤兰交租金呀？哎呀，你们怎么都说到我头上来了？我是招你们了还是惹你们了呀？来，钟老板，我给你放松，来吧。你要干什么？别闹了，那么看着呢。注意推拿。承诺，讨厌。不是吧？真累成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快递公司送快递呢。好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要祝贺甜甜找到新的工作，来，为我们都能自食其力，干一杯！干杯！我啊，有你们这帮朋友当我的靠山，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没问题，干杯！干杯！妈，哟，你怎么还不睡觉，还擦什么呀？没事没事。我问你，明天学校开家长会，你肯定不去了吧？药吃了吗？这药啊，我恨不得一天吃它6顿。只要以后呢，能去给看看开家长会，不忘记老师都说了些什么，我也就知足了。没事儿的，明天我就叫我的助理跟康康的老师电邮，家长会他说些什么，我全都知道呀。你跟老师可以邮件联系，你跟对象也能邮件联系吗？对象？你真的想一个人过下去啊？妈，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操什么心呢？来，我帮你铺床睡觉，别擦了，走。好吧，听你的，别操心啊。5月11日，晴。第一天上班，我却是沮丧的，甚至有个奇怪的感觉，在寒上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因为一个错误，我被罚的整整1个下午的跑腿。最清晰的是韩露那种女王般的模样。在真实的生活里，怎么可能有女王嘛？除非是在做梦。今天犯了这么大的错，明天我又会遇到什么呢？你来给乔总监当助理，我还真有点意外。哦，你以前可是中国最红的模特经纪啊！凝视轩变了，这就是最好的解释。你看，对不起，太负责了。对不起。你怎么就没长出一颗爱美的心啊？这些饰品，不管在金钱上价值多少，它们可都是宝贝，你知道吗？宝贝是需要呵护、需要宠爱的。小美，哎，过来，把它收走。哎，你喷那么多水干嘛呀？你干什么呀？这是晶莹，我要的是晶莹的效果。现在还有吗？你在笑什么？这个水多水少有什么关系啊？后期不是可以修吗？这样多浪费时间呀！浪费时间？啊，不是吗？你看过我们的杂志吗？昨天看了，不就1本吗？对，目前还只是1本。看过之后，你记住了什么？很多图片，全是广告。你最喜欢哪本时尚杂志？别告诉我，除了1本《韩尚》，你没有看过其他的。我平时就是看看《瞭望》《新周刊》，哎，偶尔会看看《海外星云》。我认为你是找错工作了。你们的杂志本来就全部都是广告，除了广告还能让人记住什么？你们的杂志？我没记错的话，你可是主编助理啊。一本杂志首先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才有发展下去的基础啊。那谁能保证不会本末倒置呢？我这儿很忙，你还是上楼去吧。
好。不过我要提醒你，在楼上你千万别把刚才的话说出口。哎，帅哥，你真的是乔总监的助理吗？这还有讲吗？可是你怎么看也不像是助理人才呀。人是不可以貌相的。这一行就是外貌协会，怎么能不貌相呢？你们找我到底有事没事啊？我代表全体杂志社已婚未婚的女员工问你几个问题。问吧，不过我有个条件，我不想回答的可以不回答。当然了，谁还强迫你回答呀？你听着，你是谁，做什么的？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来这上班之前到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未婚还是已婚？未婚的话有没有未婚史？已婚的话，太太又是谁？你和周总监是什么关系？在哪认识的？哇，我说你们俩到底是 KGB 还是 FBI 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把我当成女警察，她是女特务，像我们俩谁招供，我们都很欢迎的。姑娘们，你们真是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如果我现在不是总监助理，我真恨不得马上招供。我到处找你啊，办公室里一大堆事儿，原来你在这儿逍遥呢。你给我听好了啊！我让你来这儿工作的前提就是规规矩矩的，听清楚。我什么时候不规矩了？我跟人家讲2句话就叫不规矩啊！你不要老是那么啰嗦。里边还有没有人啊？应该没人了吧？谁把屋子都关上了啊？谁在里面啊？敲什么敲？开门呀！厕所也男女共用啊！开门！谁在里面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田。周田。在我们的杂志里，除了广告，你没有看到其他东西吗？我只是觉得他五颜六色的。你真的没有看出一种欲望？不是，我说的不完全准确。我是说，看完杂志以后，你不会有一种欲望想要去拥有它们吗？拥有什么东西啊？看来我们的杂志对你真的毫无价值。一个人要是没有欲望，他就永远不会进步。邱总监找我了。把你所有的手段都给我收起来，别招惹这里任何一个小丫头。那要是他们招惹我怎么办？你还嫌栽跟斗栽得不够，是不是啊？
啊，你忘了你是怎么在国内待不下去，跑到国外去了？哎呀，姐，我知道了，我答应来帮你，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嘛。哼，我就怕你本性难改，不是我说你了啊。你说泡妞，你也得看看对象啊。怎么，到国外待了几年，眼光和品味都没有了？周田那样的小姑娘，你也看得上？记着呢。哎，这是下午的拍摄方案，交给陆明，主编通过了。哎，我听着听着。哎，好的，我一定会尽快交给主编的。哎，卢先生再见。哎，等等等等，怎么回事啊？他睫毛上怎么会粘上水晶珠子啊？那还真是啊，怎么会通过水晶珠子的方案呢？没想到，没想到。 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原来你人在这里上班，你的耳、你的眼睛、你的嘴巴都放在家里头。你以为在韩上，谁能够这样滥竽充数啊？现在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呀？您先把照片弄成有用的，再惩罚我，我会全力帮忙的。 连2个家子都会搞错的人，我还指望他会帮我什么呀？我试过了，所有的照片都是带背景的，用电脑去修改的话，既浪费时间，效果也达不到要求。可是这一批跟刚刚那个方案是根本没得比。没办法，只能重拍。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把这些样张交给品牌商，你知不知道？所以啊，今天必须完成。 可摄影师阿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而模特 Mandy 下午还有一场秀。你去想办法补救。
我拍了1天啊，小姐。再说我后面还有事情呢。啊，可是你以为模特儿就那么好做呀？化个妆3个小时，卸个妆也要半个小时。你让人家再化又卸，跟扒了层皮差不多。你是我们公司的签约模特儿哎，你想想，你要上杂志的话，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又漂亮又时尚？可是刚才拍的好土，好难看啊！你能让这样的自己上杂志？你想想，我们要重拍的话，我们让我们最好的设计师在你的眼睫毛上沾上彩色的羽毛，给你美的倾国倾城的。这种美，你说能让别人占去了？对不对？就给我们主编，给我们杂志社一个面子嘛，好不好嘛 ？Yes， 走了！谁让这摄影大哥求你了？就这一次，帮我们再拍一次嘛！我真有事儿啊！就一次，求你了！受不了了！对，哎呦，我服了你了！天哪！你这脸是怎么了？1天都带着妆，能不起痘吗？你们还非要让我留下来重拍？这可不是单纯的起痘问题，你这是过敏啊！有什么分别？反正是不能工作。怎么了？不能拍了？你看他脸起这么多痘，涂再厚的粉底都遮不住。那咱们后期可以把它修一修吗？修，你就知道修！全世界的图片都拿去修，还要这些专业模特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啊？你看看，这脸还能拍吗？方丽仪啊，把邓宁叫下来。哎。有点斑，不过不要紧，把粉底涂厚点儿，应该遮得住。哎呀，我不做这样好多年。主编，我不行的。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起我的眼光了？哎呀，OK，被你们打败了。那我试试吧。可是陆明，你要继续找模特啊，我怕我不行的。OK， 化妆。亲爱的，再放松，对，手放到这里。啊，放这边好，对，这个角度非常好。手可不可以放到眼睛上面 ？OK，yes。薇薇，辛苦你了。可能模特开始有点进不了状态，就劳您神，多调动他。咱们每个妆也多拍1样，然后咱们选片一定要大一些，好吗？好。这有什么事儿？亏你们都是杂志社老人了。来 ，OK， 邓宁，开始。好，来准备，往这边跪去。哎。看这张，不错，看看下面，哇，真不错，这张也不错。哎呦，辛苦。邓玲，你的表现太棒了。好，那我先去准备下一组吧。好，辛苦啊。邓玲姐，今天多亏你了。说什么呢？咱们是一个集体，
不分你我，关键是照片能用，知不知道？陆总监，对不起啊。我一直要求自己，在我工作的时候，永远不要有机会说对不起。这不是不能做到。如果你真的用了心的话，周天，在这里想要别人接受你的话，至少得……至少什么？至少得穿上这个。为什么啊？哇，好高啊！淑女，一支口红，一双高跟鞋，是做淑女最基本的要求，表示你尊重这个地方，尊重这份工作。这也是你为杂志社做的最小的努力了。我又不当模特，这么穿会影响我工作的。你是在用太阳能热饭吗？小姑娘，还是少晒太阳的好。别看眼下没事儿，过2年脸上迈出的色斑会吓死你的。我很快就吃完进去了。前面右转有家餐厅，大家都在那儿吃午饭，不算贵。主编，又来辞职吗？不，我是来承认错误的。那有什么不同吗？因为如果我现在辞职的话，我就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好些什么。杂志社每一次拍照都有一定的费用，重拍必然就是超支。你犯的错，你超的支，必须由你去负责。我负责。楼下行政部门有今天重拍的具体费用，你去办一下手续，明天把钱给交了。主编，那我先出去了。拍套照片要这么多钱？这是制作部今天早上刚刚送过来的明细。你看，摄影师要重请，灯光、美术、道具、化妆品，那所有都是双份的，啊，这些东西加起来那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再说了，还有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人，像邓林他们，那都不是免费的。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哎呦，周田啊，这你可是让我为难了。重拍的费用由你来承担，那可是主编的意思啊。在我们韩上，有谁敢不执行主编的意图啦？我看，你还是赶紧把钱凑齐吧，别让会计为难啊。我这儿有个便签，很重要，你帮我收起来啊。哦，对了，明天是星期三，给准备一杯红茶就行了。什么声音？啊？你吃过饭了？还没，只喝了一口汤而已。喂，
我是以为你有急事才跟朋友告假帮你加班呢。怎么着？想跟我讨价还价？事情忙完，我先走了。哎，等会儿还有一件事儿，明天有人要给我送花，抬头会写周小姐，你帮我收一下啊。我的信？网友没必要那么认真吧？网友，你有没有搞错啊？哎，对了，还有啊，周田，明天那个事儿你可别忘了提醒我啊。喂，周田，听着了吗？喂，周田，周田。我爸让你去他公司做个公关副经理，你就火冒三丈，你怎么了嘛？这种工作还配不上你吗？干那种工作就是浪费生命。照你这么说，都干脆别工作得了，吃什么喝什么呀？我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才叫生活。哎，如果这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生存而去工作，那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健康的。行了行了，你们俩呀，一个是写少年维特的歌德，一个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女，这件事上根本你们绝对是谈不拢的。什么跟什么嘛？我看呀，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歌德，他倒像那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贾二爷。好啊，你说我是贾二爷，那你就是那个势利的，唯恐夫君得不到功名的薛宝钗。我势利？你就势利。我哪儿势利了？你就势利。不势利。势利。不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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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哎，你说周钱也真是的啊，说来不来，给他打电话又不接，真是脑子进水了。哎，喂，我说你就别催他了，他说是在杂志社工作，实实在在倒像个造访小丫鬟，你忍心，我都不忍心了。哪有这回事儿啊？哎呀，对不起！哎呀，我迟到了，对不起！把钩背。哦天哪，渴死我了！慢点，别着急，哎，周田，我要问你个问题啊。刚才淼淼一直说你干那工作像造房的小丫鬟，哎，你给我们大家伙说说，你那工作到底怎么回事啊？唉，我何止是个造房的小丫鬟呀，我还是个随叫随到的贴身丫鬟，还是一个端茶送水的厅堂丫鬟，我还是一个跑腿送信的打杂丫鬟，就是那种。像什么？就是那种集所有功能于一身的丫鬟。明白了，你是一个全能丫鬟。你还笑？喝酒！来，干杯！丫鬟万岁！我卡里只剩2000多块钱了，怎么办呀？哎，成梦，我下班拿给你啊！记得通知经纪公司，3点钟我必须见到他们推荐的模特儿。还有崔晶晶，我到现在都没看到样片。打电话给迪奥找那个洪小姐，新款到底什么时候我能够看得到？好。嘿，那钱你真的要赔啊？能不赔吗？也好，花钱买个教训。哎，方令姨，停！找我借钱，请免开尊口。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有一个姓李的同学打电话给你啦。我不想让周田看到。为什么呢？真不好意思，
跟你也不是太熟，还来麻烦你。没关系了，好像上次你有帮过我啊。我觉得你认识的人肯定比我多，这些画你帮我卖掉，我给你提成，怎么样？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呢，不妨先放我这里。要是有人买的话，我立刻通知你。可是，我想今天就把它卖掉。今天？嗯，我急需要用钱，最迟今天晚上就要。你要卖多少钱啊？你觉得呢？要不还跟上次一样，行吗？如果跟上次一样的话，你不觉得太亏了吗？只要你愿意买就行。阳光少年。哎，对不起，我们已经下班了，请问你找谁呀？我来接周田。那你是周田的男朋友？那你是干什么的呀？哦，我是养狗的。养狗的？周末，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啊。走吧。走。来多久了？来了没多久。哎，丽丽，你看，那就是周田的男朋友。令爷，你就算是有能力穿越，都没有能力算得出来周田的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啊？快告诉我，快！我告诉你，她男朋友是饲养员，养狗的。饲养员？哈哈。他也就配找个养狗的。拜拜。甜甜，密码是我生日，不过里面没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啊。拿着吧，啊。甜甜，要不让我爸妈再寄点过来？不行啊，我也不能让我爸妈知道。哎，向淼淼借吧。你要不好意思开口，我跟他说。嗯。周末，我真的弄不懂。我错了，我承认，我也努力去弥补我的错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要像这样惩罚我。我真的没有存心的想要犯错误。陆明说我工作不用心，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又想努力的做到更好，真的。就像牵着你的手，到最后，感情里有一首歌，陪着我们。
究，爱似有一份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到最后像是这几份任务，只在你自由然的地方停留。哭够了，走吧。你干什么？好多眼泪啊！你干嘛擦我身上啊？你干嘛擦我身上？是你非要我擦下来，我可没让你吧？你这只宠物怎么不听命令呢？啊！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妈妈，快点！阿芬娜，记得到点儿去接康康放学哦。放心吧。妈妈，今天你会到冯老师那儿听我拉小提琴吗？冯老师说我是他们4个学生中最有天分的一个。真的呀？不信你去我姥姥。我当然相信，我的儿子一定是个小天才。嘿，妈妈，下个周末我同桌朱浩宇的生日。陆明，在哪儿呢？抓紧呢，我已经在路上了。订了28号的位子，千万不要让客人等，知道吗？钱总，韩露，下午我需要把那些备用所有的衣服你都拿来给我看，好吗？哎，就这样。进来。乔总监。周田啊，钱我还没有凑齐，可不可以晚几天呀？几天啊？也许2、3天就可以了。也许4、5天。最多1个礼拜，我就把钱凑齐，绝对不会赖账的。哎呀，你这丫头性子还挺急哈，啊？哎，这样吧，我看每个月从你工资里扣1000块钱，直到了扣够为止。你有意见吗？行行。可是主编能同意吗？这件事情我说了算，你在主编跟前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乔总监，谢谢，你真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虽然你们平时都叫我总监，可是在我心里啊，我是把你们当朋友的。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就尽管来找我，啊。乔总监，你跟主编真不一样。哎，其实呀，像重拍这样的事情，在杂志社那是再普通不过了。不过，不同的主编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周天，你知道韩主编为什么非要让你赔钱吗？不是因为杂志社的规定吗 ？No。这件事情其实完全可以更人性化的处理。主编啊，是想用钱摧毁你的尊严。那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吗？拿人不当人，这是他的乐趣。整个韩上的人都知道，这短短的几个月，就像你这种级别的助理，就辞职了好几个，
而且啊，都是工作在2周之内的，都是受不了他的暴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敢抗争？这想留下来的吧，不敢；这不想留下来的呢，当然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如果我没有做错事情，他也这么对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忍气吞声的。乔总监，那我先去干活了。嗯，好，去吧。哎，周田，我仔细的想了想哈，还是这样吧，每个月呢先扣你500块啊，这样发工资的时候你也可以多买几件衣服，好在男朋友面前漂亮漂亮。谢谢乔总监，不客气，去吧。啊，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不用啦，你再和风哥聊聊吧。哎，你说你们老板能不能行啊？这么晚了还差遣员。扣起钱来一点都不留情，典型的资本主义。英子，以后就靠你的酒吧挣钱了，我来给你打工，你少剥削点我就行。行了你，回去吧。回去。一会儿小心啊。哎呀，又有什么事儿啊？记住，把样片放在小篮子里就行，千万不要进去啊。谁稀罕进去啊？你。主编，主编，主编，主编。主编，主编，别动，不许说话，老老实实听我吩咐。我不动，我不动，我不说话，我不说话。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来这样的地方偷东西，你不想活了？不许说。妈，怎么了？露露，你不说没有小偷吗？看看，被我给抓住了。主编，我没有，我没有。闭嘴！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刚才报警了。哈哈哈，好好好，贼也敢报警，自投罗网，自投罗网。5月14日，因方令仪说，主编的家里是禁地，他跟了主编2年都从来没有进去过。天哪！我今天不光进去了，还招来了一帮警察。虽然主编的妈妈有点奇怪，可我更加关心周一上班他会如何处置擅闯禁地的我。从进函上那天起，
我就好像穿上了一件霉运外衣，所经之处，好运通通避让。我始终是担心，你把资生堂带进韩上，最后是为韩露做的嫁衣。只要我们这次设计的方案能让他们满意，我就有把握牢牢地攀上这棵大树，让韩露夺不走。不过，我必须给韩上找来更多的大牌广告商，这样韩上的人才有可能对我心服口服。这倒是。你看韩露，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我就跟她不一样。我要让全韩上的人都知道，我尊敬他们，体恤他们。我呢，把他们当朋友，这样呢，一旦时机成熟了，我就振臂一挥，他们必然全部倒向我。那个时候，韩露她不走又有什么意义？不过，这些人当中，陆明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将来的时尚王国，那不可能少了陆明这样的将才，所以啊，你必须紧紧地拽着他。怎么拽啊？据我的观察，你看，陆明他到现在都没有交女朋友，8成啊，他是不喜欢女人。所以呢，你得让他喜欢你。他，我，对呀，我亏你想得出来，我不干。你是不是不想帮我？啊？你是不是不想把你这几年丢失的东西给找回来了？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成为新的时尚霸主了？我，啊，史轩，听你老姐的，没错，啊。莫敏啊，门锁坏了吗？肯定是周田在里边，除了他，没有人会锁门的。哎，周田，你快出来！你要把别人都给憋死呀！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总监从来都不锁门的。赶紧习惯啊，习惯就好了。周末怎么安排？还不是工作吗？只不过是在家里。不会吧，大周末的，你不愿意跟朋友出去放松一下？对我来说呀，工作就是一种享受啊。我觉得这点你应该跟我学。我就觉得工作和生活一样重要。来，这周我约你啊。如果还是你以前的那些玩意的话，千万别约我。陆明，我现在都来当总监助理了，你就没看出来我变了吗？当然，你的确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些年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女人太麻烦了，一旦被她们粘上，你就永远脱不了身。所以我现在真的不愿意跟任何女孩有瓜葛。用你的真心，才能换到另外一颗真心。你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经营不好自己的生活的。陆明，你觉得我还有真心吗？真心嘛，自己相信有就好了，管别人怎么看啊。别人看我怎么不管，但是你不一样。
主编让我下来帮帮忙。好主意啊！看来主编对你不错啊。哎，我们正在琢磨一集资生堂的产品平面照呢，看看。哎，没准平时只看《星周刊》的姑娘有什么新想法。现有的几个点子都还可以，就是不能让人眼前一亮。哎，就更别提震撼了。哎，张弛有度，张弛有度啊！我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然后所以也不是特别知道。不过我能从它里面感觉到你们是要强调突出色彩。有什么就说。这种浓烈的色彩，它会让我想到三原色等比叠加会变成灰色，但是如果我们把三原色的饱和度调到最大，然后再等量重叠的话，它就会变成白色。用白色，用无色来表现五颜六色。我的天哪！整个画面一定要简而又简，纯白的底色，模特的整张脸也涂白，把五官淹没掉。做睫毛膏，只留出模特的睫毛；做唇彩，只露出模特的嘴唇；做腮红，只露出模特的双颊。OK， 你们就想象一下出来的效果吧。陆明啊，我就知道你肯定有绝好的点子的。Thank you， 是周田启发了我。我认为这个彩色的纯度一定要达到最高啊！你看看你，那整个人都在发光，怪不得想出一个这么好的案子。现在你也在发光。真希望资生堂会跟我们一样的喜欢他。哎，主编，资生堂的代言人梁倩茹，过几天好像要来北京开演唱会，我们为什么不把她请过来，帮我们韩善拍一集封面呢 ？It's a good idea。乔总监，你请资生堂替我们联络一下梁倩茹。她这次来是别人全程接待，我们不好麻烦资生堂的。是吗？让我去把梁倩茹请回来帮我们拍封面，有问题吗？我怕请不到哎。可能比你把警察请到我们家稍微困难了一点。你现在应该是去找梁倩茹，而不是站在我的面前啊。哦。说真的，我的财务总监已经答应我，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头扣500，直到我还完为止。哎呀，你们这些钱拿回去吧，拿回去，真的不用了。哎，英子，你这钱哪来的呀？反正你用不着了，别管了。还真是巧了，前2天呀，我也用分期扣工资的方式处罚了我公司的一个员工。英子，你看，天下的老板还真都是一样的哈。不过我的老板呢，是前无古人的苛刻呀。周田，没事儿，扣点钱让你长记性，下次呀就不会再出错了。希望如此喽。
但是我现在接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什么任务啊？什么任务呀？哎，快给我们说说。先来瓶机上的啤酒吧。哎，那个人说了，梁倩茹在北京的时间所有的都排满了，完全是抽不出来空。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那人长什么样子啊？他个子高高的，头发是卷卷的，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没了。梁倩茹演唱会一结束，她就会离开北京的，所以说你只剩下2天的时间。哦。周田，哎，你怎么来了？陪我去找梁倩茹啊？你要我陪的话，等我几分钟行吗？你去干嘛？我给陆明画几幅画。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自己撞大运去了。那好吧，我走了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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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卖了？真对不起，钱我还给你，一张不少，你把画还给我吧。为什么？我不着急用钱了，所以就不卖了。你数数。不用了。你必须数数。没错吧？那你把画还给我吧。这可不是扔哦，是暂时存放。谢谢你，这事儿你别告诉周田，行吗？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找到出价更高的买主了吧？我告诉你，我这些画是留着以后开画展用的。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做人做事都不应该出尔反尔。那好吧，这些画我先放在这儿，等我以后要用的时候，他们必须完好无损。哎，你的钱！雨后的街，湿漉的鞋，唱片店里飘出的音乐，一条短信，一次妥协，一种被人宠爱的错觉。这条项链不错啊，纹路很有气势。城市，一个位置晃了一世，我的过去式。只是中国赛区的冠军而已。太娘，下个月我去南非参加伊迪斯毛多洛夫决赛，你得陪着我。陪你啊？可是我怎么陪啊？你们比赛都是封闭式的，去了我也见不着你了。可是我知道你在，就会七七大僧。泰明，我一定会成为世界超模，让你为我骄傲。好。先生你好，我是那个《韩尚》杂志的主编助理周田，咱们俩昨天见过的，为了那个梁倩茹拍封面的事情。昨天不是已经有人告诉你了吗？我们只要一点点的时间，哎，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的。而且我们的杂志很时尚，我们的主编也很有名的。小姐，你难道不知道这些行程安排是助理干的事儿吗？你找我干什么？啊，那你把你的助理电话告诉我。你是主编的助理，你难道不知道一期杂志从预约到拍摄需要多长时间吗？哥哥，走吧。
湿漉的鞋，唱片店里飘出的音乐，一条短信，连人你好，您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请跟我来。被人宠爱的错觉，一座城市，一个位置，慌乱已是我的过去式。喜欢欣赏，讨厌崇拜。我还以为这个女孩会跟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呢。啊，我不介意啊，你介意吗？不定这间餐厅里有多少你的女朋友呢？都叫过来一起吃晚饭吧，我没意见。我今天晚上是想陪你一个人吃，走吧。小姐，请问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这一个出口啊？是的。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啊，不用客气。白天带女人买珠宝，晚上带女人吃饭，一天换2个女人，真花心。先生，求求你想想办法，给我安排一点点的时间好不好？吃了4个小时了，好走，他怎么加入狗仔队啊？给我一个你非要找梁倩茹的封面。别人交代的。行，如果你明天还能够像今天这样有本事，我到哪你能够跟到，我就答应你。哎，那你要说话算数啊！我警告你，你现在不要试图跟我回家。邓玲姐，你给我支个招呗。是请梁静茹的是吧？我听说了。要是我呢，我就会直接跟主编说，我请不到。可是明明还有1天的时间嘛。哎呀，你这个人还挺犟啊。那我没办法喽，你就直接给陶总监打电话，问问他有什么高招喽。邓丽姐，就是他，就是他。哦，他呀，他是南市执行出版人兼主编刘泰明。南市可是中国顶级的男子时尚杂志哦。你好，请问你们刘主编在不在？不在。不在。哎呀，那能不能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说我有急事情找他。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我会尽量安排，不耽误你的。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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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见到他本人才行。我都不是天天能见到他。再说了，你跟牛主编预约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啊。哎，到哪儿去啊你？好。喂，你还记不记得我啊？你昨天答应过我，只要我今天能够找到你，就给我时间的。今天我找到了，你要说话算数哦。我答应你这么多了吗？你不是想反悔吧？我倒真想知道，如果我真的反悔了，你会怎么样？哎，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求我的事情我都做到了，你不能反悔。如果你是担心完不成任务向你的主编不好交代的话，你大可不必这样。
你昨天完全是随口说说，根本就没有当真，是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能用这种方式吧？那我应该怎么做啊？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接到任命要请到梁倩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帮我，我也不知道要去找谁，该做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只能这样嘛。哎，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掌握着结果就可以不尊重别人，随便的侮辱别人，把别人认真当做个笑话。说完了吗？哦。郑恺，把梁小姐在我们这儿拍杂志的时间尽量压缩，留2个小时给韩尚。那您是不是亲自给梁小姐一个电话？好。喂，哎，3个小时好不好啊？2个小时有点紧哎，要不2个半小时也行。我们广告总监特别的苛刻。就2个小时，不许讨价还价。周末，我请到梁倩茹了，我做到了！哎呀，韩小姐，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这个死缠烂打、功夫如此了得的新助理，到底是从哪儿请来的？你如果认识20年前的我，这种感觉会更强烈的。昨天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今天居然直接冲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如果不是你之前给我打了电话，我不会给他说话的机会啊。蔡明，这个情我领了。好，拜拜。